古代的妃嫔上位，你知道靠的是什么吗？靠颜值？错，靠肚子。皇帝的后宫有3000佳丽，每个女人都希望早生贵子，这样便可平步青云，一飞冲天。如果自己生的儿子有朝一日继承皇位，还能摇身一变成为皇太后。但凡事总有例外。汉武帝晚年身边有个钩弋夫人最得宠，当时的皇后卫子夫因为一场意外突然离世。按理说她离母仪天下就差一步之遥，可偏偏这个年轻貌美的钩弋夫人却因为生了太子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那么汉武帝为什么非要处死钩弋夫人呢？这要从汉武帝和钩弋夫人的一番奇遇说起。公元前95年，汉武帝刘彻带着随从在燕赵之地巡游，走到河间府一带，就听身边的道士说，此地有青子气，说明这里必有奇女子。于是汉武帝马上派人下去查访，找到了一名姓赵的少女。据群众反映，赵氏风姿绰约，肤如凝脂，犹如仙女下凡，只是生下来呢，2只手都握成拳头，无法展开。汉武帝一听，人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奇女子，赶紧接见一下吧。随从官员便找来赵氏，带到汉武帝面前，果然是人间绝色。不过最吸引汉武帝的不是他的那张脸，而是他的一双手，一直像拳头一样紧紧握着，垂于身侧。皇帝很好奇，便让宫女上前掰他的手，哪怕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几个宫女都没能掰开。这下小伙伴们可全都惊呆了。最后呢，还是汉武帝亲自上前，将赵氏的纤纤玉手托住，用手轻轻一掰，没想到赵氏紧握的拳头突然奇迹般的张开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氏的手心里面居然有一枚小巧精致的玉钩。还没等汉武帝回过味来，随从们已经齐声恭贺，陛下，这可是祥瑞之兆啊！汉武帝喜出望外，即刻命赵氏随驾回宫。那一年汉武帝已经61岁了，这名神奇的赵氏才20出头。别看人家年纪轻轻，却很会揣摩圣意，也就是说呢，很会讨老头子的欢心。第2年还为他生下了皇六子刘弗陵。62岁的汉武帝老年得子，更是欣喜若狂。不久，这名赵氏女子便被升为婕妤，地位仅次于皇后，还将她居住的宫殿命名为钩弋宫。她也顺理成章被称为钩弋夫人，也有人管她叫赵婕妤。说到刘弗陵的出生呢，也是奇事一桩。据说钩弋夫人是足足怀胎14个月才生下她来，这让朝野议论纷纷。因为上古时代的尧帝就是在娘胎里待了14个月才咕咕坠地的。刘弗陵这出生和尧帝一模一样，显然是吉兆。汉武帝听到大家的议论，越发器重刘弗陵，还将他出生的房间命名为尧母门。本来刘弗陵只是皇六子，上面还有5个哥哥，根本轮不到他当太子，更不用说继承皇位了。那时候太子刘据早就是接班人了。这时候却偏偏出了一件大事儿，让刘弗陵一下子脱颖而出，成为了汉武帝的接班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前91年，年近古稀之年的汉武帝身体每况愈下，还经常生病。佞臣江充便借机生事，谎称汉武帝龙体欠安，是因为太子刘据在行巫蛊之术。汉武帝听信谣言，要废太子，刘据被逼自杀，还连累皇后卫子夫也自尽而死。关于这段历史呢，我在之前的节目《卫子夫宠冠后宫38年的一代贤后》中有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刘据自缢身亡，太子之位突然空了出来，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权力之争。当时汉武帝还有4个儿子在世，有的不堪大用，有的直接伸手要权，被汉武帝一顿斥责，还有的竟然私自联络外戚，想趁机谋反，当然也就没什么好下场。剩下一个8岁的刘弗陵，自然成了汉武帝眼中太子的不二人选。这个刘弗陵年龄虽小，行事作风却颇得老爷子的欢心。汉武帝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孩子可真像我。父爱和母爱有时候真不太一样。如果说母爱是无条件的，
父亲往往喜欢长相和个性更像自己的孩子。公元前87年，已经是病魔缠身的汉武帝开始考虑后事了。他做出2个重大的决定，一个是立8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二是赐死钩弋夫人。也许有人会百思不得其解，自古母以子贵，儿子都要继承皇位了，为什么母亲却不得善终？欲知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如果你喜欢听古今情史，欢迎点赞并关注我。